女儿都死了，姐姐还有这闲情逸致在这儿睡觉呢。啊，瞧瞧你现在这副模样，哪还有半分王妃的风光呀？怕是街边的乞丐都没你这么落魄吧？魏玉茹，现在你终于满意了吧？满意？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真正的满意。我今日便是来送你最后一程的。魏姨娘，宴会已经开始了，王爷请您去前厅。知道了。魏玉茹，你会遭报应的。请。哎呦，恭喜王爷！恭喜王爷！小世子刚满1月，眉眼间已尽显灵慧，日后定是芝兰玉树，必成大器啊！谢谢，林兄客气。恭喜！好，哎，这杯请，这杯请，好。哪里？喝一个，够了！诸位，谢谢。吴妻玉茹品行端正，但子有功。今日魏氏续谱，诏称继室，日后南安王府王妃为吴妻玉茹。恭喜王妃，贺喜王妃！多谢王爷。快点儿！明月姑娘，就这么处理掉，恐怕不太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他生前就不受宠，母家也一垮，更何况这是王妃的命令，你敢不从？走吧。真是晦气啊！何事啊？回姑娘，前面有具尸首拦住了路，我这就去搬开。男的丢掉，女的带回去。是。女人是女人，还活着。醒了。谢柳姑娘的救命之恩，淑仪日后定当涌泉相报。你认识我？文妖柳嫣然，气质美如兰，才华富比仙，天下谁不识？看在你嘴这么甜的份上，医药费就免了。你不必报答我了，自行离去就好。淑仪想拜柳姑娘为师，学习媚术。你学媚术是要勾人还是杀人呢？杀人！王爷，娇娇误食了毒物，意识不清，她还十分享受不住这些，求王爷给娇娇找一个大夫来吧。娇娇，王爷，只要你愿意为娇娇请一个大夫，妾身愿意王爷和理，再也不出现在王府里碍眼。王爷，求你了。王妃请回吧。今晚我们魏姨娘临盆，王爷说只会陪着她，就算是你死了，都与王爷无关，更何况是那小蹄子了。明月，求求你，
求你再去禀告王爷一次吧。我不信王爷会这么绝情，你再禀告一次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明月？娇娇可是他的亲女。禀告千次万次都是一样的结果。你要是真的疼你的女儿，不如早点回去，给她打个像样的棺材。明月，明月。王爷，你在看什么呢？王爷，求求娇娇我。雪下的这么大，娇娇可能是真病了。罢了，我去看看他们母女俩。玉茹，你还好吗？王爷，魏姨娘这是要生了。王爷，你要是想去看姐姐她们母女俩，你便去吧。玉茹可以自己度过这个生死难关的，毕竟姐姐才是这个府上真正的王妃。好了，说什么呢？他们母女二人怎么能跟你相比？你才是本王心中真正的妻子，你且放宽心，今晚本王会一直陪着你。王爷，求求娇娇吧。别哭，娇娇，娘不哭，他们不管，娘管，娘带你去找太医。娇娇，娇娇，就不要，不要，娇娇，娇娇，恭喜王爷，是个男孩。好，辛苦你，咱们请人了，比姐姐争气多了。等我，还不快把小世子抱来给我看看。王妃，您多少吃点吧，别把身体折腾坏了。王爷，您可算来了。王妃已经3天不吃不喝了，您劝劝她吧。这不是跟着娇娇下葬的镯子吗？怎么会在你这里？玉茹找了个大师，大师说娇娇土葬不利于宫儿，尸体要挖出来烧掉。头顶下还可全都是我发请我知道上一个知道看府上儿子姑娘说少30两。娘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娘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拦住他！是。娇娇，你等等娘！娇娇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娇娇，娇娇，放开我！娇娇。魏书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娇娇已经被烧掉了，你现在闹还有什么用啊？要不是你和魏玉茹那么狠心，娇娇怎么会死？就连她死了都不得安宁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们这么狠毒的父亲和叔母？魏书义，我告诉你，娇娇的死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，她是自己中毒身亡。我把她以郡主的身份下葬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我呸！我不会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好过的。我这就去衙门，我讨个说法。我要把你私底下做的那些阿杂事全部说出来，怎么痛快一切？来人，在。王爷，王妃不堪失女之痛，
狂悖无道！从今日起关进产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。是。放开我，裴昭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放开我！丧女之仇，绞杀之恨，不共戴天。恳请柳姑娘教我媚术，我要以牙还牙，让南安王府家破人亡。跟我学习媚术，你就不怕遭人诟病，惹人非议吗？端庄淑德，处处忍让，换来的却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甚至只能眼睁睁着看着女儿惨死在我的怀中。现在只要能报仇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哼。这张脸是美的，可不够媚。你若真心想学习媚术，就得换脸，那可要一刀一刀的把脸划花，受千百倍的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对于我而言，最大的痛苦就是看着仇人逍遥法外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好，既然你已下定决心，那便留下来跟我学习媚术吧。胡马依北风，月鸟朝南枝，你便叫南枝吧。南枝，谢柳姑娘成全。哎呀，真漂亮！好好好，来喝啊！讨厌！五仙南枝最近真是风头无两，我看他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连咱们的文妖柳嫣然也只能望其项背啊。如今你媚术已成，是时候取下面纱了。多谢柳姑娘，有了这张脸，我的复仇计划应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不必担心，我已有计策。3日后，南安王府大办世子的3周岁，我会将你以花魁的名义送进应邀的戏班子里，到时候你灵活应变即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柳姑娘被人下了毒，你陪着她，我去找大夫。不必去了，是南安王妃给我下的毒，她定是收买了绝症的大夫，不会有人会来的。可是魏如为什么要害你？魏如以为柳姑娘要勾引南安王，便在姑娘的餐中下了剧毒。
真没想到我们2个人会败在同一个人手里。我虽命不久矣，但你还没败。可是今后就只剩你一个人复仇了。你切记不要对任何人动情，心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柳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新仇旧账一起算的，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待我死后，你在这放把火，消除掉所有你存在的痕迹，切莫让他追查到你。若你复仇成功，你联系这上面的人，他们会带你离开。但是切莫因小失大，带我到了黄泉路上，我会替你照顾好女儿的。南枝姑娘，待我处理完柳姑娘的后事，便去王府寻你，为柳姑娘报仇。好，柳姑娘，来世我们再续师徒情缘，今生我会替你报仇。多谢王爷，王爷还真是宠爱小世子，给小世子办这么大的宴会。也不知道我那好姐姐看到了会不会羡慕。可惜了，她已经死了3年有余，无福消受这些了。哎呦，有时间呢，多来府中叙一叙。好啊，王爷，今天可真是大喜的日子。小世子一晃都这么大了，哎呦，是美呀，太美了，身段，哎呦，这也太美了，太漂亮了，太美了，真是天人之子啊！真好看！王爷，你看，这身段多好呀，太漂亮，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好看的这样子呀！哇，你看这跳的，天哪，这是谁家的娘子啊？刚弄死一个柳荫看到这种美现在谁又找来这么一个贱婢？这身姿，莫不是名动京师的5仙南枝？要请她出场，至少要黄金1000两。南安王府还真是出手阔绰呀！今日我们可真是好运气啊，有幸见得5仙手露其面呢。太漂亮了！哇，太漂亮了，真好看！好！哎，飞下来了！下来了！哇！在场但凡有人能从南枝手中抢过这绣球，我南枝愿意为那人独舞一夜，分文不取。给我要！哎，我的！给我！你让开！给我！哎呀！哎呦，没幸啊，不去啊！不曾想这绣球竟然落到王爷手中去了。你刚才所说属实，南枝只是一件小小舞姬，怎么敢诓骗王爷呢？王爷！这些没钱呐。怎么不跳了？妾身都跳了好几个时辰了，这腿都跳僵了。王爷，难道你不心疼吗？这么说，是本王的错了。那本王给你揉揉，全当赔罪。王爷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南枝可不想真的跳一整夜的舞。
王爷，世子染上风寒，王妃望您过去瞧瞧。王爷，这小世子感染了风寒，您就去看看吧。虽然以后难知，可能再也见不着您了，但还是小世子的安危比较重要。傻瓜，本王怎么舍得让美人落泪呢？王爷，能不能别叫了？世子病了，就让王妃去找大夫呀！本王又不是大夫，再干哈，杀无赦！什么？王爷当真这么说？奴婢没有半句虚言。贱婢，下去领罚！刚死一个柳嫣然，又来了一个南枝，一个个下贱玩意儿，竟学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还真妄想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呢！我呸！王妃息怒啊！我看王爷也只是图个新鲜。他要是真图个新鲜也就罢了，他现在居然连宫儿都不顾了。若让那个狐妹子继续留在府上，那还了得！明月，尽快查清楚那个人的来历。是。南枝姑娘，王爷说这院内都按您的喜好来布置，您有什么需求，知会奴婢一声便好。真是可笑，当年我做王妃时，府里也没见他们如此体贴。今日我成了外室，倒是个个都眼巴巴的凑上来。南枝姑娘，来，南枝姑娘，王爷听说您爱莲，特意命人花了高价买了这些莲，放在院内供您欣赏。来，抬进去，快点。是。住着我的院子，花着我的银子，今日我就要揪出他的狐狸尾巴。南枝姑娘，王爷对您可真好，这五妃莲可是皇宫里的赏物，重金难求呢。明月，你得到的消息可靠吗？放心吧，王妃，昨晚奴婢确实看到南枝背后有一块和先王妃一模一样的胎记。好，今日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人是鬼。哟，姐姐大驾光临，妹妹有失远迎了。我可承受不起你这一声姐姐，应是我该叫你一声姐姐吧？魏氏嫡女，魏淑义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妹妹听不懂。还在这装模作样呢。明月，把她的衣服给我扒了，露出她的胎记来。是。放手！我已经派人去叫王爷了，我倒要看看他知道你的真面目后，这一次你要何去何从？你们欺人太甚，仗着我家姑娘初来乍到，没人撑腰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扒她衣服，哪里来的贱婢，敢如此嚣张？南枝姑娘是我的主子，我自然要维护她。你既然如此，那你主子身上的胎记，你应该更清楚。哪来的胎记？那不过是当下最流行的印花而已。京城中多的是女子如此，王妃为何揪着我家姑娘不放？莫非是失了王爷的心，狗急跳墙了吧？你这个以下犯上的贱婢！既然你不懂规矩，那今日我就替你主子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明月，是。你不服，再打。玉茹，我当初跟你说的端庄淑贤，你都忘了？王爷，您可算来了。若是他安分守己也就罢了，
奈何有话直说。奈何他就是魏书衣。休要胡言乱语！南芝怎么会是书衣？王爷，魏书衣是我的嫡姐，她身上的胎记跟魏书衣的一模一样，这世间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有如此奇怪的胎记了。南芝就是魏书衣，她实际来到府中，其心可诛啊！王爷，王爷，难道你也怀疑妾身吗？好，南芝清楚了。既然这身上的印花惹出了这么大的祸端，那也没必要再留着了。青罗，帮我擦掉吧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不，这不可能！这是您让我找来的颜料和画笔。是这些没错。青罗，你用这些颜料将这个图案复刻到我的背上，确保要一模一样。您这是何意？先发制人，引蛇出洞，乱了魏玉茹的阵脚。王爷，兰芝本是想今晚用身上的印花给您寻开心的，没想到竟酿成如此大祸，也只怪南芝嘴笨，没有和王妃解释清楚。你可千万别因此和王妃生了嫌隙。王爷，魏玉茹，你身为王府王妃，却擅妒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看了王府的笑话？若再有下次，我定不轻饶。你好自为之吧。王爷，此事怪我没能及时护得住你，竟让你蒙受如此大辱。不是王爷的错，错的是南芝，出身卑微。眼下虽然受到了王爷的宠爱，能留在府里，可是没名没分，终归是让人瞧不起。你说的这些，本王怎会不知？只是王妃被本王宠坏了，是个心儿小的。若此时立你那侧妃，恐怕要闹得王府鸡犬不宁，此事急不得。妾身不为所求，只愿常伴王爷左右。哎呦，只可惜这印花了，本王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呢。那不如王爷亲自在妾身身上落笔，以美人为旨，妙哉！今日本王便命人传下去，日后你就是本王的侧妃。妾身谢过王爷。只是王妃那儿，你怕他作甚？本王的命令他岂敢不从？再说是他有错在先，你放心，不必担心。魏淑仪早就死了，怎么可能会是南芝？你今日害得我不仅在众人面前丢脸，还让南芝那个人爬上了王爷的床，做了妾室，你该当何罪？奴婢难辞其咎，生死去留，全凭王妃做主。罢了，看在你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份上，饶过你这一回，自己下去领罚。谢王妃恩典。哟，这不是明月姑娘吗？哎呀，瞧瞧这小脸蛋儿，怕是挨了不少耳光吧？你来干什么？自然是来向姐姐请安的呀。这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，姐姐何必如此生疏呢？南芝，
你的那些手段哄骗得了王爷，你可哄骗不了我。这王爷哪需要我来哄啊？他恨不得天天都缠着我呢。要不姐姐你跟我学几招，免得再过几日王爷可便忘了姐姐你姓甚名谁了。你，青龙，我有些口渴了，沏茶。这怎么了？主子，王妃这儿都是些过时的陈茶了，跟王爷给我们院里送的贡茶可不一样，咱们还是回去喝吧。的确啊，这人呢就跟茶一样，人老珠黄了便不受待见了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姐姐的记性怎么这么差？你今日命明月打青罗的那一耳光，这么快便忘了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下人们的事与我何干？听见了吗？既然王妃都发话了，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了。是。这样才跟你主子给你打那半张脸对称。不服，再打，打到他服为止。那姨娘，明月知错了，明月给齐罗姑娘磕头了。请您大发慈悲，饶我一命。既然明月姑娘都已经磕头认错了，那我也就不和她计较。姐姐，您日后可要管好身边的人，如果以后再肆意撒野的话，小心下一次跪地道歉的人就是你。主子，这样不会让魏雨茹更急着报复我们吗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越急越好，急才能生乱。给你7日时间去把那个给我解决掉，否则我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去。王妃息怒，我已经想到法子了，这一次一定会让南池再无翻身之时。王妃，我们先。你的舞姿还真是让人百看不腻，难以忘怀呀。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王妃和世子今早开始神志不清，口吐白沫，请来的大夫也支支吾吾不肯交代，非要您过去才肯说实情。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王爷，妾身也是担心姐姐的很，不如我随王爷一同前往。王妃，你别吓奴婢呀！王妃，王妃和世子到底怎么了？为何不速速医治？若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定要你第一个陪葬。回王爷，王妃和世子并非生病，草民治不了啊。烦请大夫不要再遮遮掩掩了，您便直说吧。王爷，你有所不知，王妃和世子的症状并非辟邪入体，而是受巫术所控啊！草民也无可奈何呀。巫术？正是，王妃和世子二人意识模糊，口吐白沫，但脉象清晰，并无不妥，反倒是印堂发黑，多称是邪祟在作乱啊！草民并无虚言，敢向上人头担保。来人，在封锁王府，准进不准出，给我仔细查，不得放过任何角落。是。若被本王查出你只是信口雌黄，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下去候着吧。是。
王爷，查到了。这巫邪之物是从哪里搜出的？从南姨娘枕头下搜出来的。啊，不是。南芝，本王待你不薄。玉茹虽平日与你不和，但她终究是王府的王妃，宫儿更是无辜。你为何要用这种污秽的手段残害她？王爷，妾身自知出身卑微，入府以来便与您厮守，形影不离，只是想多得几分您的宠爱，又怎会做下此等污秽之事呢？物证在此，你还有何狡辩？王爷，你可千万不要听信他的一面之词。南姨娘近来仗着您的宠爱，日日来我们院里巡视，惹得王妃寝食难安。前些日子还把奴婢给打了。你满口胡言！我家姨娘去向王妃请安，竟被你说成了巡视。更何况那日我打你，也是事出有因，都是你家王妃应允的。王爷，青罗同我都只是下人，可他却如此嚣张，可见他的主子平日里是个多么跋扈的人。王爷，南姨娘此番定是存心报复。好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南芝，既然你说此事与你无关，那便拿出证据，否则本王只能按规矩办事了。回王爷，要想做巫蛊之术害人，必得先知道王妃和世子的生辰八字，而且能知道这些的人，必得是王妃最信任的贴己。我说的对吧，明月姑娘？你说这件事儿是明月做的？正是，而且我有一人证，已经在门口候着了。让人进来。草民蔡氏见过王爷。南芝姑娘，刚刚明月来你房中动了手脚，你看这。魏玉茹还真是病急乱投医呀，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魏玉茹为了扳倒我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我这就去禀告王爷，以绝后患。慢着，既然魏玉茹都已经把戏台子给搭好了，那我们不如唱一出好戏送给裴昭。青罗，你去检查一下，近日深夜内出入过王府的，尤其是面生的。你能证明此事与南芝无关？我种种谋财害命的证据，全都在他手中。我要是不老实交代，只怕落不到什么好下场。草民交代，这个玩偶是明月姑娘指使我做的。血口喷人，你无美陷害我！草民与明月姑娘无冤无仇，怎会诬陷于你啊？这个人偶是你前日虚实一刻找我买的，草民做此行当，怕被人灭口，所以每次买卖都会留有凭据。王爷，蔡道婆所言不假，前日戌时，我的确亲眼目睹明月姑娘曾进出过我家姨娘的房间。物证在此，你还有何狡辩？不是我，王爷，府上人人都知道您宠爱南姨娘，就算给我天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对南姨娘不敬啊！不敬的事，你做的还少吗？不过是因为我前几日打了你耳光，而怀恨在心，所以千方百计想陷害我家姨娘。只是没想到，你居然狠毒到用王妃做绝。
王爷，不是我，王妃是我的主子，我怎么可能会害她呢？我前几日可是听说王妃责骂你差事没办好，就把你卖进窑子里。想必那几日应该有不少下人都听到这句话了。王爷，他们都是一伙的，他们污蔑陷害我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！王妃平日里对你那么好，没想到仅仅是因为一句责罚，就让明月姑娘你怀恨在心。你谋害王妃，甚至还要一石二鸟，栽赃陷害于我。王爷，你可要替妾身做主啊！人证物证在此，你还敢诬陷别人？我朝立法规定，行巫蛊之事，腰斩弃市；谋害皇祖，夷三族。至于你，若是能破解此局，能让王妃和世子恢复清醒，便可留你一命。谢王爷不杀之恩。为何还不破解？此等污秽之物，怕脏了您的眼睛，且会沾染不洁。妾身受到了惊吓，想求王爷陪我好好休息休息。南芝，这件事情是本王错怪你了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补偿你。待会儿本王一定会好好伺候你。老贱婢，敢坏我好事！主子，求您看在我们多年的主仆情分上，救救我，我还不想死。救你？哼！你犯下弥天大错，让我如何救你？再说了，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为了你才……我记得你是因责罚生恨，故而买通蔡道婆，诅咒我跟世子，还要栽赃陷害给南芝，挑拨我和南芝之间的关系，继而让王府家宅不宁。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跟我可没有关系。明月，我记得我教过你，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。姑娘，您猜的没错，那蔡道婆果真被魏如私下解决了，明月被关进柴房了。他这次以身犯险，所有人都在他的算计当中。事情败露，他自然也没有必要装下去了。您的意思是，他今日中邪只是假象？他在给道士的生辰八字上做了假，只是演了出好戏给所有人看罢了。好了，是时候去送明月最后一程。你来做什么？想不到我死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，竟是你！怎么？难道你以为魏玉茹会来见你最后一面吗？我跟了他那么久，我自然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可我之前竟然还痴心妄想，他会待我与其他人不同。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
对皇室行巫蛊之术，可是夷三族的大罪。不仅你得死，你的家人也在劫难逃。南姨娘，这件事我不对，我给你赔罪。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！我家中小妹才5岁，她是无辜的。无辜？当年我的娇娇快要不行的时候，我也曾经这样卑微的求过你。可你呢？你可能放过我们母女？你是为淑意？你的小妹无辜，我的娇娇难道就该死吗？当年你给她下毒，然后又勒死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的。你和你的家人最终只会身受异处，暴尸荒野，成为孤魂野鬼。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。王妃，您心善，求你一定要为奴婢和家人收尸。奴婢来世一定衔草结花，报答您。你和你家人这次横祸，都是魏玉茹造成的，你就不想报仇吗？魏玉茹院中的赵大娘子是我的一远房亲，她曾经在外面犯过事儿，我帮她改了户籍。你把这个长命锁拿给她，她就会明白的。日后她肯为你所用。青罗，到时候找几个人，把她和她的家人挑个偏僻点的地方葬了。是。王爷日日歇在芳妃院里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这翠微堂都得易主。你们这一个个的猪脑子，就没有一个人有办法。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？都给我滚下去！看着你们就心烦。这是何物？回娘娘，此物名为西鸡丸，使用后身有奇香，面色娇嫩，肤如凝脂，能让男人欲罢不能。此话当真？请娘娘放心，宫里贵妃娘娘也是凭此物一直盛宠不衰。奴婢与贵妃身边的香姨姑姑从小认识，这次老奴冒着杀头的风险，求她从贵妃那里弄来的，定然不会用假。难为你费心了，说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老奴能为王妃分忧，已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哪敢求什么赏赐？只要能留在王妃身边时时服侍，就已是最大的恩典。你倒是条忠心的老狗。这样吧，正好我缺个贴己的，你日后便随我左右吧。谢王妃恩典，老奴定为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小南枝，你今日用的什么香？甚是好闻。王爷，你当真把玉茹给忘了吗？王妃？
本王怎么觉得你跟以往大不相同呢？几日未见，愈发迷人了。王爷难道就不想知道哪里不同吗？既然王妃都开口了，那本王就恭敬不如从命。王妃，这些都是王爷命人送来的，还派人来传，叫您今晚提前准备着。知道了，放着吧。奴婢告退。恭喜王妃，果然王爷心中最挂念的还是您。无论芳菲院那狐妹子怎么折腾，只要您勾勾手指，王爷不还是照样为您倾倒？你这老倒是个嘴甜的。主子，这太贵重了。起来吧，赏你的，收着吧。西鸡丸还有吗？不知为何，这一日不用，就觉得脸上的色彩少了些许，心里也烦躁不安的很。娘娘请放心，这只是初次使用后的不适感，加大剂量便可化解。青罗，你快停一下，你晃得我头都晕了。主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吃葡萄呢？魏如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，王爷都多久没来咱们院子了？我入府又不是真的为了跟他争宠的。奴婢知道，只是魏如得势，我担心。哎，别担心，我已经有对策了。吃葡萄。站住！见过王妃。篮子里装的是什么？不过是一些花瓣吧。花瓣？还真是花瓣。你们家主子已经闲到用花瓣打发时间了，还是说想用这些花瓣做什么狐妹子的想法，勾引王爷？你劝他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，王爷不会跟他有任何瓜葛。有了西鸡丸，南枝再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今日春光甚好，本王这几日忙于公务的疲惫，总算是一扫而空。王爷，玉茹只恨自己是一介女流，不能为王爷分忧，只能多陪王爷出来走走了。还是王妃贴心。本王今晚依旧歇在你那儿。王爷，王爷，那好像是芳菲院的南姨娘。哦，她也在此处。本王倒是有一段时日没见着他了。王爷，好。妾身一时兀得入了神，不知王爷和王妃驾到，未及时行礼，还望王爷王妃莫怪。哎，本王怎么舍得责怪你呢？刚刚你宛若仙女下凡，看得本王是心旷神怡。只是本王不解，为何这蝴蝶会乖乖为你伴舞呢？王爷若是不相信的话，妾身可以亲自证明给王爷看。当真？你若敢诓骗本王，本王今晚定不饶过。王妃，今晚本王要歇在芳菲院，你先自行回去吧。王爷，
你是不是将花瓣磨成粉，涂抹全身，身带异香，才招引来那些蝴蝶？可本王飞蝶为何也被你所吸引呢？那是因为王爷也同蝴蝶一样，嗜好闻香隐秘啊。主子，王爷没跟您一起回来。你还有脸问？你那西极丸连南枝那个狐妹子的几只蝴蝶都比不过，亏我还花了那么多银子给你置办。王妃息怒啊，西极丸不可能无效，是不是您剂量用少了？我日日都按照剂量服用，如何会出错？定是你昧下了银子，在西极丸中动了手脚才会如此。看我今日不打死你！王妃饶命啊！老奴一心施主，绝不可能做大逆不道的勾当啊！你还敢顶嘴？那我今日就打到你承认为止！住手！太妃，您何时回来的？儿媳未能及时向您问安，是儿媳的不是。原本是想给赵儿一个惊喜，不成想倒是你先给老身一个惊吓。若不是我到这翠微堂来，竟然还不知道你有这等本事。太妃，我也只是想为王爷分忧。这下人做错了事，总该是要教训的，否则一个个的没了规矩，将自己当成了主子，那这王府岂不是乱了套了？哼，说的倒是好听。今日回府，撞见不少不懂规矩。你就是这么打理的王府啊？也不知道赵儿是如何看上你，没有半点比得上淑仪。只可惜啊，礼佛这半年，我还为他念过几次经，只希望他来世能投生到一个好人家。阿弥陀佛。您身体重要，伤心的事就不提了。今日府中来了个新人，是闻名京城的舞姬，人魅惑主，王爷日日流连，夜夜歇在那里。你说的是芳菲院的南枝？太妃，您已经见过了。我见过了，出身虽然低微了一些，可是举止娴雅，颇有大家风范。可没你说的那么不堪。那种地方出来的女子，本就善于伪装，更是懂得如何拿捏人心。你不要和我说这些了，能够打理好王府，留住赵儿的心才是关键。我乏了，便不在你这久留了，扶我回去。玉茹谨记太妃教诲。老不死的！等你双腿一蹬，这王府怎么管，还不是我说了算？哼！主子，王爷为恭迎老太妃回府，特设的晚宴马上就要开始，咱们要是再不动身，可就要来不及了。哼！还不是都怪你！这西极丸虽好，但也过于让人依赖，一日不用，便让人觉得浑身无力，没了精神。你若是敢在西极丸上动什么手脚，我就把你的骨头剁碎了，丢出去喂狗！老奴不敢。王妃，晚宴马上开始了。王爷说，你要是再不去，今晚就不用去了。我这就来。太妃，这桌菜都是我做的，你喜欢吗？哼，玉茹来迟了，还请太妃恕罪。母亲礼佛这半年，不忍名声多奸，多次缩减自己的吃穿用度，
只为捐给贫苦百姓。可你倒好，你这头上是开铺子的吧？妾身知罪，妾身这就摘下来。罢了，坐吧。南芝啊，你是个心善的好孩子。我回来就听京城里的人讲了，你把自己的提己钱拿出来，救济了不少人。我替那些穷苦人谢谢你了。南芝不敢当，南芝出身卑微，也是知晓饥寒之苦的。如今有了微薄之力，做这些也算是为太妃、王爷还有小世子积福，为咱们王府积德。好孩子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哼，回头从我私库里拿些银两，给南芝添置些。是，谢太妃。等了这么久，饿了吧？快用膳吧。好。松手！在这勾心斗角的深宅里，或许只有太妃才是真心待我。只可惜她常年外出礼佛，当年要是她在的话，我和娇娇也不会。母亲，太妃，母亲，太妃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快唤大夫来！是。大夫，我母亲这是怎么了？回王爷，根据太妃目前病情来看，多半是误食了夹竹桃。什么？那我母亲现在……王爷请放心，太妃福大命大，所幸误食不多。服用草民特制的解毒药丸后，病情已有好转，后续只需开个方子，安心静养便可。好，多谢。草民告退。今日晚宴备菜，我派人盯着的，绝不会有任何差池。定是有人趁我不备，在母亲的日常饮食中做了手脚。是谁做的，还不如实招来。王爷，若是妾身没有记错的话，昨日南姨娘给太妃送了一盒自制的栗子糕，莫不是……王妃，不可妄言。王爷，玉茹怎敢欺骗你啊？太妃日日在寺庙吃斋念佛，为王府祈福，这一回到府中，便遭遇了这等糟心事，妾身甚感痛心。王爷，老奴曾在南姨娘院中见过几盆盛开的夹竹桃。你这满口胡言的老……我院中所种的明明是天竺葵，你这么着急把此事推给我，是何居心？王爷，你若是信不过妾身，派人一验便知。好了，本王当然信得过你。你既敢让人来查，就说明此事定然与你无关。我也不会随意让人诬陷。来人，将这老拉出去，掌嘴30。是，走，走，快点。王爷，妾身有一想法，不知是否可行。但说无妨。若要给太妃下毒，必定是太妃身边的亲近之人。想让太妃放松警惕，可从妾身、太妃和王妃院众人查起。妾身听说夹竹桃香味特殊浓郁，已经沾染便难以去除。若是让大夫一闻，便知凶手是谁。好，就按你所说，将大夫请回来查验。我不好，中计了。
哼，死老太婆！等你吃了夹竹桃，今晚的晚宴就是你的最后一顿。王爷，真正接触夹竹桃的只有王妃一人。你血口喷人，定是有人买通你来诬陷我的，是不是？王爷，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呀！王爷，草民所言句句属实。王妃的手掌及袖铐均有夹竹桃的香味，其指甲缝亦有被花瓣染色的痕迹，这些都可以证明王妃之前确实接触过夹竹桃。下去。是，王爷。铁证在此，我的好王妃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王爷，我冤枉啊！王爷，我衣服上的香味是我刚用的香露，大风中是昨日刚做的扣单。王爷，夹竹桃之事与我无关啊！王爷，你何时派何人，从何处寻得的香露？还有，这扣单所用何物？我姐姐，你就算被妹妹剥夺了王爷对你的宠爱再不满，你可以直接责骂妹妹，没必要拿老太妃的安危来诬陷妹妹呀。魏玉茹，你好歹毒的心思！你为一己之私毒害婆母，此为不孝；你诬陷姐妹，这为擅动，与本王之道相去甚远，实难共处。从今日起，本王决定休妻，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王爷，玉茹知错了，玉茹知错了！王爷，求您看在宫儿的面子上，饶过玉茹这一次吧。毕竟宫儿还小，她不能没有母亲啊！王爷，你昭儿，母亲，需要叫大夫再来看看吗？我这身子骨本来就不好，不差这一回。母亲，都怪儿子识人不清，才酿成如此大错。您放心，我会让这个毒妇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儿啊，他虽然心思歹毒，可是府上唯一的男丁也是他添的，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母亲，您就是太善良了。你的心性不再适合教导宫儿，日后宫儿就交给南枝服养。而你既然不愿意离开王府，那便永世留在翠微堂了。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可踏出一步。王爷，还不快滚！南枝心善，明事理，又聪慧过人，不如以后王府就交给他打理，我也放心。好，一切都听母亲的。南枝谢过太妃，谢过王爷。快快请起。老奴未曾注意到南姨娘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娘娘莫怪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夹竹桃一事，多亏了你暗中相助，才能解决得如此顺利。我要谢你还来不及呢，只是平白无故让你挨了那么多巴掌，你不要因此怪我便好。能为姨娘做事，能给明月姑娘报仇，老奴这几巴掌不算什么。南姨娘，此花名为夹竹桃，其根茎叶均有毒。你找个机会让魏玉茹发现即可，切莫引人耳目。
你放心吧，老奴一定会将此事做得滴水不漏。既然魏玉茹要自寻死路，那我便帮她一把。况且老奴我都一大把年纪了，留这张好脸没什么用处。此药对跌打损伤有奇效，你且用着吧。多谢南姨娘，日后有什么需要老奴用得着的地方，还请姨娘吩咐。我不宜再次出久留，既然药送到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送您。西姬丸加大剂量做最后一批，然后停掉它。他的命留得够久了。是。我为这个王府操劳了那么多年，还诞下了宫儿，没想到如今王爷竟然因为几株破花将我软禁在此，真是可笑！不对，我这院中为何会有夹竹桃啊？定是南池那个找人陷害我！说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陷害我？不是王妃，真的不是奴婢。谅你也没这个胆子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的老父亲还在我的后院办事。你要是敢有二心，我便杀了他！奴婢谨遵王妃教诲。王妃，奴婢打小就跟着你，绝不会任别人做主子的。不是你们，那会是谁？这不是我，不，这不是我！西极丸，西极丸，西极丸。等我恢复了美貌，王爷就会继续宠爱我的。南池，你就去死吧！王妃果然神志不清了，我得尽快将此事告诉南姨娘。你有何事？老奴有事想见南姨娘一面，还望青罗姑娘能帮忙禀报一声。你来的不是时候，今儿个我们姨娘病了，谁也不见。青罗姑娘，请转告南姨娘，王妃开始神志不清了。盯紧些，有消息立即来告诉我。前几日还好好的，怎就突然病了？您这几日日日如此，莫不是吃什么坏了肠胃？青罗，我上一次月谢是什么时候？你还记得吗？哦，好像是月半前的事儿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我这就去请大夫来。恭喜南姨娘，您的确是有喜了。只是，大夫，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夫人，只是您常年身弱，这胎儿已经胎死腹中，我给您开一副药调理，您好好休养，万万不可轻视。劳烦您跑这一趟了，这是我们姨娘赏给你的。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想必你是知道的。
草民明白，草民明白。那草民就先行告退，不打扰南姨娘休息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您不会有危险吧？裴昭是娘的仇人，可孩子你是无辜的，只可惜你和娘有缘无分。孩子，既然我们有缘无分，那就助为娘成为复仇的利刃吧。都这个时辰了，南枝怎么会还未到呢？莫不是因为有事耽搁了？儿子这几日忙于公务，还未曾去芳菲院看过他。公务再怎么忙，也要多抽时间陪陪他才行。眼下咱府上就宫儿一个孩子，莫非可指望着他这肚子呢？是，儿子明白。南枝来迟了，今日身子不太爽快，行动慢了许多，还请王爷太妃莫怪。不大爽快。看过大夫没有？回王爷，妾身昨日已经瞧过大夫了，说是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希望几日便好了。病了就要多吃点儿，得把身体养好了才行。谢太妃，用膳吧。好。你怎么了？好孩子，你如实说说，到底生了什么病啊？回太妃，南姨娘最近经常呕吐，托大夫来看过了，说是姨娘有喜，也有2月了。大夫说是位小世子。南枝，你真的有本王的孩子了？回王爷，妾身本想过了头3个月，等脉象稳定了再告诉王爷，没想到有些人比我还着急。你这孩子过分稳妥了一些，这样大的喜事竟然还想藏着掖着。对啊，明日起你不必再向我和母亲请安了，府里的吃喝用度我都会吩咐下去，都给你准备最好的。妾身谢过王爷厚爱。送南枝回去歇着吧，我待会儿过去看他。是，母亲。小心。裴昭，裴昭，我有时候真分不清你是真情还是假意。你若当年就如此待我，我怎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？恭迎太妃。快起来，不讲那些礼数，身子要紧。你这肚子里呀，定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子。那到时候南枝一定经常领着他到你面前转悠，到时候您不要嫌我们烦就好了。怎么会？这是你打开看看便知道了。玉能养人，也能辟邪。眼下你有了身孕，这羊脂玉镯便送与你了。谢太妃恩惠。王妃，王妃，用力呀，王妃，用力呀，王妃，用力呀，用力呀，王妃，用力！王妃，用力呀，王妃，用力！太妃可是来过了？是，但刚刚已经走了。可有留下什么物件吗？没有，只是叮嘱您好好休养。女儿，就当真如此不值钱吗？如今想来，当年娇娇受害时，你并非是身在寺庙不知情，而只是不想救罢了。亏我竟被你的假象蒙骗了这么久。你现下将手镯赠我，是在期待我生下男孩。瞧我们主子喜爱的，竟郑重这许久。南枝的确从未见过如此好的手镯，一时失神，还望太妃见谅。你喜欢就好。除了这玉镯，还命人给你买了上好的补品，估摸着明日就能送到你院子里来。
太妃大恩大惠，南芝不胜惶恐。你若是能顺利的为府上添上一子，是府上头等大事，无论何等恩惠都是应该的。母亲也在。我来看看南芝。门外这嘈杂声是你弄出来的吧？这是又买回来什么样的宝贝了？知子莫若母，这是我托人从西域带回来的宝珠，据说能在夜晚发出独特的光芒，具有治愈和净化的功效。我想着送给南芝安胎极好。此物价值不菲吧？只要能博美人一笑，再贵都值得。南姨娘的这份独宠真是无人能比，能有心观赏此宝物一眼，也是此生无憾了。这么好的宝物，若是只有妾身一人能够欣赏，未免有些太过可惜了。倒不如请来府中众人一起来我院中观赏，也算是为我腹中的胎儿积福了。若是请来自己的下人，倒也无妨。但若是翠微堂那位前来，恐怕有些不妥吧。从古至今，侧室有喜，主母都要在其床头系上福带，以求孩子平安。倒不如借此机会让王妃将功补过，也算是求得妾身腹中胎儿顺遂。你觉得好便好。南芝良善，日后定能为府上诞下同他一般品性的世子。什么？你说南芝那个妖艳有喜了，王爷还送她宝珠，竟是如此重视她腹中的孩子。当年我怀宫2时，都不曾见她这般用心待我。南姨娘还邀您今晚去芳菲院共赏宝珠。邀我？她南芝不应该恨我恨得牙痒痒吗？怎么会那么好心的邀我去共赏宝珠？哼！我才不去！她指不定又要陷害我。我魏玉茹上过1次当，难道还要上第2次吗？可王爷今夜会前去，若错过这次机会，难道你就真的甘心余生就困在这3寸之地吗？那个如果真的生了男孩，那对小世子也是危险。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小世子考虑吧。我们竟也能有幸亲眼见这宝珠，这都是托了南姨娘的福分。她平日里对我们便是不错，哪像翠微堂的那位，稍有不满动辄打骂。让我看，这王妃就该由南姨娘来当。自从她打理王府，那些惹是生非的人都安分了不少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我总觉着这南姨娘的行事作风颇像过世的那位王妃。这话可不能乱说，那位在王府里可提不得。是。谢太妃。好一副阖家团圆的场景。不过，你们既然给了我翻身的机会，那我便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拜见王爷、太妃。见过南芝妹妹。玉茹听闻南芝妹妹已有身孕，特意准备了一柄上好的玉如意，望妹妹能够诸事顺遂。多谢王妃挂念。此座。谢王爷。半月未见，妹妹这脸上是越发光彩动人了，想必是这夜明珠的功效吧。王爷还真是宠爱妹妹。妹妹见王妃也是美艳如初啊。
我就算再怎么打扮，也敌不过妹妹的天生丽质。许久未见宫儿，甚是想念。一夜之间，像是生出了许多白发。若是不打扮一番，怕是会吓到旁人。宫儿呢？为何不见他？难为你铺垫这么久，但我不会让宫儿见你的。死了这条心吧。今日是南之心善，本王才放你走出翠微堂。你若是打偏了主意，我定让你无处可归。王爷，王妃不用担心，我定会好好照顾宫儿的。我会把她视如己出。您就安心待在翠微堂吧。等有空，我会带宫儿一起去看望。你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别过多打扰南之休息。系上福袋后，都回去歇着吧。是。走吧，王妃。你要我赏宝物是假，炫耀你得宠才是真吧？妹妹怎么会把姐姐想得这么肤浅呢？妹妹，我就算失势，也还是这个王府名正言顺的王妃。你如今竟是连这点礼数都不顾了吗？熟悉吗？什么？福袋，跟当年你怀宫儿的时候，我送你的那个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这个福袋是由我亲手制作，娇娇亲手挂在你床头的。只是可惜啊，你当天晚上就做了个噩梦，然后你向王爷哭诉，说是我送你的福袋有问题，说是我的娇娇克了你的孩子。王爷狠狠地责罚了娇娇一顿，甚至半个月都没有去看过她一眼。你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就这么轻飘飘的忘了吗？你是魏书意，你是魏书意。娇娇，不要！你才是本王心中真正的妻子，你且放宽心，今晚本王会一直为真。娇娇，娇娇！你怎么还活着？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把你当年施加给我的那些手段偿还给你。王妃！伯父，王爷，姐姐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王爷，不是我做的，真的不是我做的，王爷。你当本王这么好骗吗？是他为了报复我，故意陷害我。其实南之就是……姐姐，就算你对妹妹夺了王爷对你的宠爱再不满，大可以责怪妹妹，没有必要加害妾身的孩子。真歹毒，到现在了还在狡辩。王爷，你想想，我恨他，我想要害他，我总要找个没有旁人的地方吧。我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谋害他，他分明是故意为之，他要诬陷于我。王府人丁稀薄，妾身如今怀孕，便能多得一份您的宠爱，怎么会陷害自己的孩子？定是姐姐怕妾身的孩子会夺了宫儿的地位。我没有。王爷，奴婢怕主子撑不下去了，快带主子去医治吧。倘若再耽误下去，我怕主子会出现什么意外。王妃心思歹毒，谋害子嗣，拖下去，此朕就。青罗，水。
傻姑娘，哭什么？您昏睡了1天1夜，我以为您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为了报仇，您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此招虽险，可是胜算极大。我腹中的孩子本来就保不住，不如借他殊死一搏。你放心，大仇未报，我还不会死。王爷，南芝，王爷，你醒了。我们的孩子没了。孩子会再有的，别伤心了，南芝。王爷，妾身日日吃斋念佛，是为了给王府担下子嗣，可是到头来孩子还是没了。妾身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不是你的错，南芝，都怪魏玉茹那个毒妇，我定让她不得好死。没想到，我竟然还是输在你手里。慢着！好姐姐，我就知道你会来送我一程的。我说姐姐的复仇之路怎么会如此顺？原来还有这个老骨相助。魏玉茹，我是不会让你死得这么轻松的。魏淑仪，就算你将我做成人质也好，五马分尸也罢，那又如何？等我的宫儿长大，他会年年祭拜我，而你只能年年看着你女儿的坟墓。魏玉茹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是不会对孩子下手的。我会把你的宫儿养在身边，细心教导他，然后告诉他，他的生母是个多么恶毒的人。你的好宫儿不仅不会去祭拜你，相反，他还会在你的碑前唾弃你、厌恶你。痛恨是由你生出来的，让你变成孤魂野鬼。只是可惜了，你的好宫儿一口一个叫我母亲的话，你是无缘再见了。你动手！放开我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杯毒酒是替我的师父柳嫣然偿还，让你尝尝毒酒穿肠的滋味。这些是替我们娇娇偿还的。当时娇娇都已经死了，你还让她不得安宁。今日我就让你亲身体会一下，当时烧掉娇娇尸骨的时候，我的心是有多痛。我淑仪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
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王妃娘娘死了！阿姐，阿姐，你嫁到南安王府之后，不会是把我忘了吧？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你呀，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。好，那我们说好了，等你怀了宝宝，我就去看望你。求之不得。柱子，如今明月、柳姑娘和娇娇的大仇已报，你们若是想离府，我会为你们寻一个好去处。奴婢愿追随主子，为您所用。好，那你们便追随我吧。魏氏已没，南知因魏氏小产，南姐心中郁闷，再难打理府中事宜，你是如何打算的呢？南知小产一事，是我没能护他们母子周全，我心中有愧，想以王妃之位补偿他。您看，此事由你决定便可。传下去。南知温正公良，克贤内则，着册为南安王府王妃，以昭显德。特赏黄金100两，锦绣华服10套。放这儿，放这儿就好。是真金子啊！老奴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黄金呢。拿2块去吧，就当是赏你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着急忙慌的，出什么事了？王妃，不好了！宫儿半刻钟前突然口吐白沫，出不止。太医刚刚已经到房中医治了。怎么回事？去看看。大夫，宫儿如何了？王妃请放心，草民来得及时，小世子已无大碍，后续只需按时服下汤药即可。多谢大夫了。敢问大夫，宫儿中的是什么毒？若是草民诊断无误，小世子中的乃是铅毒。铅毒？王府中怎么会有铅毒？灰姑娘的话，有不少心神不宁或是难以入眠之人，会饮用铅白霜，即安神汤助眠。此汤药对于成年人来说有安神助眠之功效，孩子食之则会引起中毒。主子，老奴刚刚打听过了，今日小世子食用的膳食甜点均与往日无异，除了2个多时辰前，小世子在施安轩中误食了太妃的安神汤。安神汤？太妃，儿媳听闻太妃今日便要离府前去进修，特地带娇娇前来看望您。坐吧。谢太妃。没规矩，你就是这么教育的小郡主的？太妃勿怪。秋儿，把这安神汤给她喝了。是。太妃，娇娇年幼顽皮，是儿媳教导不周，还望太妃莫要责怪娇娇。王妃别担心，这只是安抚心神的汤药，太妃能喝得，小郡主更能喝得。王妃，如何？太妃已经离府了。膳房里的婆子说，那安神汤的方子只有太妃身边的秋儿知晓。唉，可惜了，我还想着多向太妃讨几碗汤药。平日娇娇闹腾得很，今日喝了那安神汤，反而酣睡到现在。王妃，小郡主似乎惊厥了。好一个佛口蛇心的太妃！原来你才是害死娇娇的凶手，我定让你付出代价。太妃，宫儿还好吗？您放心吧，幸得小世子所食不多，大夫又来得及时，眼下已无大碍了。
那就好。宫儿是府上的独苗，万万不能有事。都怪奴婢疏忽，即便您特意叮嘱了奴婢，奴婢还是没有看好小世子，这让他得空喝下了。倘若小世子要是个三长两短，奴婢只能以死谢罪了。今日之事也不能全怪你，宫儿顽皮好动，日后小心点便是了。行了，别跪着了，起来吧。谢太妃体谅。当年娇娇郡主便是饮下了安神汤，所以才不幸离世。我住口！这件事情不许再提，若是他人听了去，小心我拔了你的舌头。秋儿知错，秋儿再也不敢了。生死有命，要怪只怪娇娇没这个福分。不过他的死能换来宫儿的出生，也算是美事一桩，也算是佛祖对老身的恩赐。阿弥陀佛！真没想到太妃竟然如此恶毒。可是王妃，你是如何得知太妃当年是故意的呢？我倒是有个法子，探探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。风景真好，这府里的大小事宜呀，都被你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虽然你刚升为王妃不久，但做的是真不错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太妃谬赞了，这些都是妾身应该做的。不过你刚刚小产不久，眼下身体还需要调整。府上呢，就宫儿这一个孩子，老身想给赵儿另娶一房，延绵子嗣。不过你若是特别在意的话，此事可以再等等。妾身也盼着王府人丁兴旺，另娶的事儿您和王爷拿主意便好。好孩子，你果真是个明事理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晚翠微堂闹鬼了。什么？是闹鬼啦？不是你吓唬我们的吧？我没胡说，之前在翠微堂的赵大娘子亲眼见到的。我听她说，撞见一个红衣女鬼带着个小鬼，一个浑身青紫，口吐鲜血，一个舌头吐出来那么长啊！赵大娘子都已经被吓疯了。你们要不信，自己问她去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一个女鬼和一个小鬼。哎呀，那不是几年前死掉的魏书义和魏娇娇吗？听说他们俩死得可惨了，该不会是化成厉鬼回来索命了？也是啊，这翠微堂莫名走水，还烧死了魏玉茹，估摸着就是这恶鬼在作祟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他们索命，也该去索他们仇人的命。哎呦，与我无关，与我无关啊！是谁在这里造谣生事？给我滚出来！奴婢参见王妃太妃。翠微堂走水一事，仅仅是因为天干物燥，烛台不慎打翻所致，休得妄自揣测。至于赵大娘子发疯一事，我自会调查清楚。倘若让我再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，我拿你们试问。奴婢们谨遵王妃教诲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活都干完了？是。让太妃见相。这些下人，我以后会严加管教。他们说的这些风言风语，你可千万别记在心上。我们还是先回去赏菊吧。今日就到这里吧，我乏了，改天再同你一同赏花。太妃，魏书义母女两个该不会真的回来向我们索命了吧？那些贱婢妖言惑众的话你也信？不过是府里有人装神弄鬼罢了。太妃，用一碗安神汤吧。你还把这玩意儿端出来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它扔掉，扔得越远越好。是，奴婢正要去扔掉。滚！
母亲为何生这么大气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这几天心神不宁的，也睡不好，心中烦闷吧。母亲也睡不安稳，是否因为府中闹鬼一事？你也听说了？王妃这几日也睡不安稳，儿臣派人打听才得知，近日府中多人在传，确实在府中夜晚见到了鬼。鬼？不过儿臣向来不信这些鬼神之说，想必是有人借助此事推波助澜。不过，在事情彻底查清楚之前，还请母亲近日夜晚不要外出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母亲，母亲，就依你，王爷，小世子受到了惊吓，正哭着要见您。母亲，儿臣不多留了，您早点休息。秋儿，秋儿，来人！快扶我去佛堂。是。我女儿命了！太妃，救命！雪儿不想死！太妃救我！是你亲手为娇娇喝下的毒药，还我女儿命来！淑仪，我并不知道安神汤对幼儿有害，娇娇的死我并非是有意的。娇娇走后，我非常难过。这些年，我天天为她念经祈祷，我还为她抄了经书。不信你看。休想哄骗我！倘若你真的不知情，为何今日特地嘱咐不要让孤儿碰到安神汤？就因为娇娇是个女孩，你觉得她无足轻重，所以即便你知道安神汤对她不利，你还是逼迫她喝了下去，只是为了换得你自己的片刻安宁。若你真的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要在寺庙中躲了这么些？你以为念了几篇经文，抄了几页经书，就能赎清你自己的罪孽？淑仪，我知错了，我愿意一生都为娇娇赎罪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吧！你痴心妄想！太妃，太妃生前乐善好施，菩萨心肠，没想到今也饮用了过量的安神汤仙食，真是造化弄人呀！哎呀，是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太妃刚回府不久，未曾想过几日天乐，不曾想就逝者已登仙界，生者节哀顺变，还请王妃莫要太过悲伤。太子殿下驾到！恭迎太子殿下。恭迎太子殿下。快快请起。太子殿下，孤今日来，只为吊唁逝者，众人不必多礼。相传南安王妃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倘若她并非裴照之妻，这为何不见南安王？回殿下，王爷因为伤心过度，
正在休养。哦，这么说来，这丧事全是由你一人操劳？正是，太妃生前，南枝未能尽全孝道，太妃身后事，理应由南枝躬身力行。母亲，为何连你也离我而去？难道这府中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王爷，您喝醉了，奴婢扶您去躺着吧。你是哪个院中的婢女？本王为何从未见过你？奴婢是施安轩的，名为花容。花容？嗯。人如其名。你擦的什么粉？香气为何如此逼人？王爷，王妃还在前院呢。你提她做甚？本王才是王府的主子，府中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包括你。眼下王爷除了王妃，再无其他女。若是我能得到王爷宠爱，岂不是能摆脱这奴籍？王爷，真是可惜，成了，成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今天没给今天诸位，太妃博施济众，曾在临终前嘱托我，将她生前珍藏的文玩字画分给诸位亲友，还请各位随我一起去取吧。这太妃珍藏之物皆是稀世珍宝，若我等能有幸分得一二，那便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！哦，那本王定要长长见识。请。你真是要去看看这太妃生前的手语那可不一般呀！哎呀，今天请他好好开开眼界啊！没想到还能你倒是知道本王的喜好，王爷。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大白天的还能干出这种事情？这太妃堪入目，不堪入目。真没见过，干出这么龌龊之事来！走，进去看看。哎呀，等不及了！这般厚颜无耻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妃饶命！是王爷轻薄了奴婢，让奴婢不从。他说他要杀了我。王妃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今天是母亲出殡的日子，我怎么会枉逆孝道做出这种事情呢？再说了，我平日品行端正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是这贱婢，她胆敢勾引我！亏王爷还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诓骗妾身说你身体不适，妾身担心让你在此处休息，没想到在太妃的大葬礼上公然与婢女厮混，众宾客都在此，你让我们南安王府颜面何存？南枝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够了，南安王裴照秽乱灵堂，忤逆犯上，来人呐！在，押入宗人府。太子殿下，求您！再多说一句，罪加一等。南枝，南枝，救我！孤听闻裴照私下做事孟浪，今日又目睹，竟是如此的荒唐无耻，定不会坐视不管。多谢太子殿下。
如此美人，若能赢得芳心，也是人生一大雅事。那阵儿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，那阵儿，那阵儿，那阵儿。那天，我是被鬼迷了心窍，才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。你要给我作证啊，那阵儿。王爷多虑了，此事已经不需要切身作证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直接回王府了？我就知道，太子那日是胡本王的，我就犯了那么一点点错误，他何必大动干戈呢？不，王爷，你不仅回不了王府了，而且你马上就要死了。你说我要死了是什么意思？我在王爷的书房里发现了这个，大致瞧上了一眼，上面每一笔记载的都是你搜刮民脂民膏、贪赃枉法、训练私军准备谋反的证据。若是我把它交给当今圣上，你岂不是必死无疑？南芝，本王平时待你不薄，若你对我有什么怨恨，我们私下解决就好了。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再说了，我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就是要看着你死，我心里才会畅快。裴昭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可不是什么南芝，而是魏氏嫡女魏淑义。淑义？淑义，你没死啊？那这个真是太好了。那年你从王府无故失踪，我派了很多人找你。你去哪儿了？啊？毫不知情。你扪心自问，难道真的不知道我失踪的缘由？你说的是娇娇吧？娇娇的死，我也心中有愧。我也是她的父亲呀！啊，淑叶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啊，原谅我，求求你！好啊，只要你愿意一口气喝光这酒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怎么，怕我下毒？你若是再不做出决定，怕是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现在可以谈了吧？啊，册子快给我！啊，你现在是不是浑身燥热瘙痒，难受至极呀？你在酒里下了什么？你不是痴迷女色吗？我给你在酒中加了点药，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你只会焚身而死。你个毒妇！我们尚有几年夫妻情分，你为何这样对我？自私自利，贪慕女色，薄情寡义。你的女儿只是中了毒，叫一个大夫来就好，你却不管不顾。要贪慕女色，纵容魏玉如焚烧了娇娇的尸体，又装聋作哑，让她私下绞杀了我。这就是你说的夫妻情分？无话可说了吧？如果我不报此仇，娇娇的在天之灵也无法安息。你不是说你愧疚吗？那便在死前好好忏悔。
明日我就将南安王谋反的证据呈给父皇。这谋反大罪可是要满门抄斩啊！别怕，有我呢。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的替身，在南安王府自杀，并放火毁尸灭迹，从此世间再无难知。你到时直接从后门走，我会安排好一辆马车在那儿，你驾车直接去孤王别院。以后呀，你就是属于孤王的了。妾身谢过太子殿下。哎，王妃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去了几个时辰，可把我担心坏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有了对策。我也托太子殿下把册子呈给了圣上。那裴少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兴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，眼下都想着尽快出府，另谋他路。王府谋反，他们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好下场。这样，去把库房打开，把里面金银珠宝云云发给他们，主仆一场也算是有些情分的。是，王妃的吩咐，奴婢定当竭尽全力做到。王妃，大事不好了！太子殿下将裴昭贪赃枉法养私军证据呈上之后，圣上震怒，抄家的官兵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竟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了这么多。王妃，这下该如何是好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有了对策。我与太子殿下商量好，定会保我们平安。走。快快快！是，快点！这是太子殿下准备的马车？是，也不是。主子，你真的要去见太子殿下吗？奴婢怕你刚出龙潭又入虎穴。谁说这女子一定要靠男人才能活在这世间了？南芝，看来你把我的嘱托放在心里了。柳姑娘，你还活着？傻姑娘，只有当年我们那场戏演得够真，才能让她魏玉茹掉以轻心。你陪着她，我去找大夫。待我死后，你在这放把火，消除掉所有你存在的痕迹，切莫让他追查到你。若你复仇成功，你联系这上面的人，他们会带你离开。柳姑娘，青罗，赵大娘子，我们安全了。我相信，日后我们一定会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